大家好，关于种菜整地除草这件事情呢，要很有效率，其实很需要经验累积与方法。由于今年雨水比较多，所以前院整理种植的时间点呢，一直往后移啊。主要是这块菜地是水田的土壤，很会吃水啊。这菜床则是已经修整完，被花椰菜与青花菜插队成功哈。影片也已经上传了。关于除草整地设置堆草槽后，就可以快速不少。而要省事进行菜地重整呢，这很需要事前规划安排，才会容易一次到位啊。规划完之后，除草这件事呢，也可以变得比种菜有趣啊。因为除草的效率会短时间就可以验证出来。就像这一旁的环绕水池呢，今年青鱼与养地也纳入了一起考量，打算把过往逐一实验的各项结果结合起来，一次到位。有时候观众朋友会问是如何进行施肥啊？这个问题呢，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光浇水使用的水，就是来自圳水与地下水。圳水含有比较多的矿物质这也是水池很容易淤积的原因而附近都是稻田，就曾有报道指出呢，过于使用肥料的原因，使得台湾的地下水肥分很高因此种植比较不重肥的叶菜类呢，光浇水就有不少的养分。过往曾有人质疑土壤的颜色这么白怎么可能是肥沃的土壤只能说土壤若是地力不好，应该就会杂草不生而不像现在周遭杂草丛生，还得花功夫慢慢处理。其实这是水田土壤的特色土壤潮湿的时候是黑的晒干后就会变成白的。土壤整理好，经过曝晒脱水后呢，隔日的土壤马上就变了样设置堆草槽时，挖出来的土壤垫得比较高也马上吸引狗上去趴睡也就只能先当作反复翻松、快速晒土的善意帮忙。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将中央内部一次调整好。挖掘土壤的过程呢，趁机先将瓦片内呢堆草槽设置时的思考来进行说明由于这些清除的杂草是晒干后就地燃烧掉，从安全性考量，先挖深将土壤移到一旁。而若是要再增加种植的空间使用，堆草槽要设置在槽内的南边因为入秋后季风吹的风向是从北到南，这样就算是有风时，也不用担心伤到作物不过要更安全最好只在风势很小的时候才燃烧另外，为了提高晒干的效率，底层反而是先摆入比较大的树枝树枝上方才摆放杂草，可以透气一点。杂草没有直接堆叠，晒干的速度就会快一点。挖好凹洞后，开始将土壤表面的小杂草与杂土、草籽回填顺道也将杂草抑制其上不好清理的草籽都一起回填。这样做的目的，可以让日后长草的数量尽可能控制在小范围里。开放的空间，雨水一来不长草的话，大概就是地力出了问题因此，只要杂草可以轻松处理掉，就很感恩了。由于整体规划呢，还包含了环绕水池的大坪清理与清淤这大坪的繁殖速度很快，一开始是要压抑青苔的生长速度结果意外发现青苔完全不再出现外呢，大坪脱水后就会干掉。覆盖在土壤表面后呢，除了有压抑长草的效果，也有保湿、降低土壤
表面的温度啦。由于浮萍含有大量的高植物蛋白，下方还会出现很厚一层的隐分土啦。这样做很有主动式的自然农法效果。至于黑淤泥的用途呢，由于圳水含有大量淤泥本来虹吸净水只是在制造活水发现水中会有细致的黑土沙于是特别让水不断自动进水排水，收集黑土这水中的黑淤泥虽然很肥沃但是因为含有很多草籽因此还是使用在封闭的空间会比较好。以上都是取之自然改善土壤的做法个人是觉得可以说是主动式的自然农法。青淤与菜床设置完毕后，从主动切换成被动的模式依据过往经验呢，只要整好地有些狗的狗性就是很喜欢躺在疏松的土壤上也不知道是新鲜的土壤味道，或是对于这样整理不满意又帮忙整理一次这些主管的设置是要观察狗会先在哪个位置发难来增加种植的难度不过故事的发展却让主管与无人机搭上关系狗性的差别完全颠覆三观这跑来已经收养1年多的囝囝呢，到现在还比隔壁的小黑不受控真的是别人家的狗的表现总不会让人失望。影片还有时间可以置入个人讲苦的时间就来说此处设置堆草槽的好处由于烧制草木灰或生物炭时过程中会出现对生物生长很有帮助的木作液但是这要装瓶收集需要花一点功夫自然让它进入土里再渗到环绕水池呢，也是一种省事的利用方式只是数量应该很有限但是有用就算赚到经过观察确认，就从狗没有兴趣的位置开始种蒜头。蒜头算是很吃气候的作物当气温对了，不用摆到冰箱，也可以很快萌芽。由于今年在后院种植蒜头的影片已经发布过了，本部影片呢就只呈现种植时通常需要有哪些流程蒜头种植过往的影片包含采收的判断方法也拍摄过了，成熟时有需求再自行回溯观看就有。首先进行挖出浅沟先挖沟的好处可以让蒜头种好之后非常整齐蒜头很重视气候要有足够的时间让它生长。天气一热，茎叶很快就会枯萎掉，所以要种的话得赶快种了。至于这倒吊晾在竹竿上的蒜头呢，因为天气热的缘故到目前为止是还很硬由于种植位置下方埋入了黑淤泥与大坪所以种植时压下去会比较深也就没有过往刚种好时呢非常整齐漂亮的画面至于覆土与否呢，可能是各地习惯不同本地播种时只按压卡进土里，并没有覆土而是在表面覆盖上稻草。稻草很有保湿效果，也方便进行浇水这天气转热后就可以发现没有覆盖稻草的土壤会板结得非常严重，光要浇水提供蒜头水分呢，就要花不少功夫所以如果没有稻草，摆上干树叶也很有帮助至于稻草覆盖时与沟槽垂直或平行，影响不大，方便就好个人是采用受风面比较小的南北向摆法。浇水时第一次一样要浇透土壤，这有覆盖稻草，水分流失的速度会慢很多
育苗期呢3-5天浇一次就好了，等出苗后10天浇一次就算很频繁了。接着来说一下隔壁婶婶看到摆上主管的反应啊，他说这么细心又压上主管。他种在田边的蒜头，无人机在稻田施肥时呢，把稻草都吹到河里了，稻草全被河水流走了。他也要带着主管去压着了，只是误打误撞啊，压着主管的目的是在提供视觉障碍，避免狗踩上去啊。而这也是种植时会习惯介绍种植环境的原因啊。因为作物长不好的原因，很可能只是背景值差太多了。介绍环境也方便大家自行调整。隔日呢，很顺利的躲过狗害而没有意外的，这巢内被挖得更凶了。一旁不受青睐的菜床呢，就又可以补上蒜头种植了。谢谢收看。